嗨，你好，我是澳洲奶爸的小范。今天想和你聊聊存股有用吗？为何我老是赚不了？常常有人说存股要比存现金好，这是真的吗？其实我认为要看你买的是什么，又如何看待存股所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收益。如果呢，我们今天就是听别人的个股的建议，我认为有很大的机会会越存越少的。这一部影片呢，就是想要探讨到底什么样才是最好的存股方式。如果你对投资理财、资产配置和被动收入有兴趣的话，请记得按下右下角的订阅还有小铃铛，并且选择全部通知，就不会错过我所有影片哦。好，那我们开始吧。那先提一下我个人的存股经验来看这个现象。从10几年前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有长辈告诉我说呢，可以买股票来做存股。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建议就是买所谓的钢铁股，尤其是中钢。后来呢，又开始告诉我说可以买台塑的四宝，长期下来搭配的股利跟股息大胜定存。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报道来 Google 台塑存股，会跳出一大堆。过了几年，又有人告诉我说可以买所谓的金融银行股，它们每年固定配发利息，殖利率相当的漂亮跟稳定。然后等到4G 时代来临的时候呢，坊间都认为这个时候买中华电信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电信业者只要布建好广大的基地台，然后可以确定它的使用者呢可以开始重度的使用网络以后接下来只要大家不断的使用它的服务，那个资费的现金也就源源不断的流向它。那中华电信呢，因为它有国营时期所打下的江山，这样子的背景让民营电信业者也很难追上它的用户数，然后长期下来它的股息搭配起来是真的不错的。然后在现在这段期间呢，好多人都说可以买台积电，因为它的竞争力世界第一，然后台湾的产业链跟最聪明的脑袋通通都在台积电做事，真的是一个存股的非常好的第一选择。这让我搞不清楚的是不是说要存股吗？怎么每一段时间讲的标的通通都不一样呢？另外一个共同的理论就是说呢，这些公司呢都会固定的配息，而且它的公司呢非常的稳定，股价呢不会有很大的变动。那如果呢不是发现金的股利，它也会发放股息这些股子股孙就会开始让你当初持有买进的成本慢慢的下降，到最后会让你当初买股票的成本下降到非常非常的低。但是事实上呢，是年轻的我呢受不了股价上下的诱惑然后又想要买那种比较可能大涨的股票，再不然就是买到了比较高的股价，然后每年就拿个纪念品当做这家公司它算蛮有诚意的啦，用一些好料来回馈给股东像是中钢送的雨伞还有钢杯我就觉得还不错。那会造成这样的状况呢，我认为有下面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对存股的定义有所误会，存股它给的感觉就好像每年它稳定的领利息，也就把股息看得很重。事实上它和银行定存比较起来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银行发的是利息，它的本金不会变，是额外的配息。但是股票呢，它发放股息是从你的本金也就是公司的资产拿出钱来给你自己，所以你的资产呢是从公司口袋的钱，然后换到自己口袋的钱，到头来通通都还是你的钱。比如说呢，有一家公司它的资产是100万的价值，你用了10万买了相关的股份，于是你成为10% 的股东。如果1年后呢，这家公司发给股东10万块的股息，那我身为10% 的股东呢，那我就可以得到1万。可是这个时候公司价值呢，它就会从100万降成90万。那身为10% 股东的我呢，股票的价值呢也就变成9万。所以总资产就是股票的价值9万，再加上股息1万，最后还是10万。只有这家公司真正赚钱，让公司的价值再多10万回到100万，手上拿到的这个股息才是真正的赚到。那这个赚回原来的配息叫做填权息。如果资产它没有增加，它只是让公司的价值呢慢慢降低而已，实际上的成本自然也不会降低。当这样子的企业都没有成长，它还要一直发一直发，那想当然它的未来就会慢慢变小，甚至消失在新闻上面常常说的殖利率的定义就是股息呢去除以股价，刚才例子就是10除以100，也就是 10%。但是殖利率真的是报酬率吗？其实它不是的，因为实际上你的资产总额还是股息加上股票的价值，也就是刚刚说的10加90还是100，获利率还是0。所以重点就是这家公司的填权息的能力。第二点呢，以为成本因为股息然后就会降低。延续刚刚讲的那一点，有人会想到说，我今年买了100元那明年他赔我10元，所以我的成本就变90元。那我这样一直等了10年以后，我的成本就会变成0块钱咯。
事实上啊，这样子的时间成本很有可能追不上别的投资它所带来的获利。那这样子就会忘记算说时间上它到底带来的成本是什么。如果你等了10年，那请问这10年你做别的投资方法会不会胜过现在这个方法所赚的钱呢？还是呢，考虑了通货膨胀以后，还有可能是负的呢？而如果因为打定就是要这样硬干，要是这家公司它不思长进，然后就一直发股息，打肿脸充胖子，这种发股息比赚的钱还要多的公司还真的有。那当它的股价它开始从100块跌到20块的时候，其实它早就有可能连1块钱都发不出来了。然后为了号称要改善公司的体质来个减资，让股东的持股总值再度的变少，然后你再回想当初买的100元成本还有股数的话，真的就是觉得血本无归。这种买个股然后被减资，甚至变成币值的经验我个人小弟也经历过，真的是不堪回首。第三个，买入的时机不当。我们常常几年就会听到有人谈论这个话题，存股这个话题。其实这个存股的话题，只要越多人在讲的时候其实就越可怕，因为这个时候就是要让大家都去买，其实也就是最贵的时候了。当它最贵的时候，那这一档股票的殖利率通常也都是最差的时候。如果我今天比较倒霉，我买到一个比较高价的股票，但是这个股票发的配息它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的水准，那这个时候我就有利率其实比较低的风险。那怎么样避开这种高价买入个股呢？其实已经不是本频道想要讨论的话题了。第四个就是不了解高股息的本质。前面刚刚讲的，发股息要填权，它才是真正的赚到。所以呢，代表要一个很厉害、有填息能力的公司呢，才能够适合存股。那要有很厉害填息能力这家的公司呢，意思就是说它要有不断的成长。那一家公司如果要不断的成长，那它有可能会一直把赚的钱通通发给股东，然后不投资自己继续壮大吗？所以真正要遇到高股息，那我们就要问的是说，请问这样子的公司它有没有前景？如果它没有成长的前景，那我怎么保证它会一直发股息呢？而且它还会不断的成功的填息呢？了解这些原因以后，就会知道用存股并且用股息来看投资回报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的建议有这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要买指数型的 ETF 来存股，不用因为单一的个股被影响，而总是有股价有高有低有意外。台积电曾经因为工厂意外、地震造成损失，金管会说大到不能倒的兆丰金发生洗钱案，被罚了57亿。中钢在我当时买的时候是50多块，后来因为大陆产能过剩，现在都在20到25块之间，早就不是股民想买的股票了。中华电信现在因为技术不断的演进，竞争的民营公司还有更多的先进的公司来抢食界限越来越模糊的网络应用大饼。现在资费都变成主食，大家都推出吃到饱的服务，网络应用才是最大的利润来临的。现在中华电信的优势其实也不再明显了，它的殖利率甚至在去年2020年已经跌破了4%了。而 ETF 呢是大盘的指数，它是比较稳定的，完全不用担心害怕哪一个公司出了问题，永远是市值比较高的股票占了大多数，完全不用管要买哪一档股票了。第二个，用股市的价差来赚钱。真正股市的价值其实不是来自于股息，而是公司成长的时候带来的资本利得，也就是股价本身。就我常在谈的美股来说好了，资本利得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免税，这是股息所没有的。而持有指数型的 ETF， 占比成分高的都是最优秀的公司，他们就会投资自己不断的成长，而不是有发股息然后不动如山。这样的活力呢来自于创造价值，也才能真正的反映到股市所产生的利益。也因为用指数化投资，再也不用去想高点还是低点了，只要用我另外2部影片关于买卖时机的方法来做就好。第三点，股息持续投入并且长期持有。购买美股呢都会发放股利，而这一点钱呢汇回台湾呢还要成本，其实呢是并不划算的。同时我认为股市的获利是以资本利得为主的，所以我就建议投资美股的时候呢，应该要加入所谓的 DRIP， 也就是股息再投资计划。现金的股利其实不高，透过 DRIP 可以自动买进比较小数点单位的股票，让自己的 ETF 存股的股数慢慢的增加，长期投资下来，真正就是有复利的效果滚动。所有的结论就是4大存股的失败的原因：第一个，对存股的定义有所误会；第二个，以为成本因为股息就会降低；第三个，买入的时机不当；第四个，不了解高股息的本质。而我建议的最佳存股方式，第一个就是买指数型的 ETF 来存股；
第二个，用股市的价差来赚钱；第三个，股息持续投入并且长期持有。最后，我想要来谈谈为什么我不建议买0056这种高股息的 ETF。主要的原因是因为0056它是未来1年高股息的个股的组合。这个未来啊，它是由人来定的，而当由人来看未来，它就是一种猜测，也就是人为的选股。这和最近很红的女股神来选一些科技股是一样的，它都是一种主动型的 ETF。那其实，在美股里面呢，这种有选股策略的 ETF， 它其实是比较多的。台湾也推出了相当多不同的策略型而发展出来的 ETF。由于这些 ETF 的选股方式呢，都是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和被动型的指数型 ETF 用意完全是不一样，因此呢，我个人就完全不推荐。至于我曾经介绍的房地产 ETF VNQ， 它发的现金股息较多，是因为它的获利方式本身就是收租。那美国有规定要把收益的一部分发给股东，还是一个可以持有的核心资产类别。我知道呢，有很多朋友是因为从存股的相关文章慢慢的接触到了股票市场。那有些人他马上就走到了指数化的投资，有更多人深陷在个股的投资里面，让自己持有的股票是琳琅满目啊。以前的我就是这样子，我花了10年的功夫，吃了很多的亏，才走到指数化投资的世界。看到这里希望能够让那些想要用存股来累积财富的朋友，知道可以利用美股指数型的 ETF 来作为存股的工具，是能够比买个股更有保障的。不知道你对存股有什么看法呢？曾经听过要买什么样的个股来存呢？还有你想要聊什么样的话题呢？欢迎来留言区分享，让我知道吧。如果你对投资理财、资产配置和被动收入有兴趣的话，请记得按下右下角的订阅还有小铃铛，并且选择全部通知，就不会错过我任何影片哦。我是小范，我们下次见喽，拜拜。